还有，我注意到魔镜的高峰期是在晚饭前，我希望在晚饭前再停一次，时间要再长一点，效果会更好。 这个是黑莓手机，其实就是军用技术转民用。军方通话是由一个总服务台通过加密键入，再转接出去，并且储存每一条线路上的信息。好，我们看一下大屏。现在大屏上显示的就是黑莓手机的安全性的介绍。黑莓手机有它独特的安全性和专有线路，在国外很受欢迎。 那他来了中国，完全失去了他的优势。我觉得可以把这个技术移植到语音通话上。我的秘僚就准备这么干。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现在软件上附加了太多的电子商务功能，如果能够使用这种技术，在安全性上也是一种保障。龙总的意思是要做一款像黑莓一样的手机啊？这个我是一定要做的，但不是现在。现在做成本太高了。不过语音软件已经很成熟了，我们可以马上着手。魔晶的官司打得热火朝天，你还敢做？我怕什么呀？不是有革命先驱在前面趟雷吗？郭新年死了，我就不费这个心思了。他不死就是我的机会。这2场我旁听下来，我觉得郭新年的历史意义就在于，他一脚踢开了这扇大门。祸都是郭新年来闯，钱都是你们来挣。我真是替郭新年冤得慌。哼，你放心，我一定会记住他的丰功伟绩的。啊，那好，龙总，咱们说好了，你的密疗技术一定让我们洛菲斯来投资。承蒙厚爱。下去，送送龙总。王总请。告辞。高丽，你就是幼稚，没用的，你动不动就打官司打官司，你3岁小孩啊？你刚从大学毕业啊？正常起诉怎么没用？我就是要告他，恶意提我们的夫妻。我还就不听你这个了，我就是要请律师。最起码我们应该先听听律师的意见吧？啊！现在关键问题就不是请律师。好，你请一律师，等人家调查清楚了，再上交法院，再等法院开庭。魔晶是什么，没人记得了。那你说我们怎么办？就在这等死吗？吵够了没有？烦不烦？能不能消停会儿？老大，他们都吵了2个多小时了，你能不能说句话？顾新年，你什么态度？这就是你写的投资报告。有什么问题吗？当然有问题。南洋科技的研发中心现在是大家都在追捧的香饽饽，到你这儿成什么了啊？你忘了咱们洛菲斯是什么企业？我们是海盗，我们不会花钱搞建设，我们要买的是枪炮，把钱从别人手里抢过来，这是我们要做的事儿。你想说什么呀？你跟我装傻是吧？
我要投这个研发中心。我告诉你，沃云生已经投了。他投了又怎么了？能代表什么吗？沃云生也有投资失败的时候啊。那魔晶呢？魔晶失败了怎么办？就算到时候我们还想投资这个研发中心，恐怕连门路也找不到了，而且价格也会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官司打完了吗？你怎么确定魔晶就一定会输呢？再说了，魔晶输了又怎么样？这个研发中心完全没有技术含量，就算我们投资了，也不会有任何商业前景。洛菲斯发工资给我，我当然要说实话了。我说一句你顶我一句是吧？啊？你来看看，魔晶的服务器彻底瘫痪了40分钟，已经消失了200多万用户。这是个信号，你还觉得魔晶会赢吗？不用仲裁，它已经垮了。这些运营商怎么能这样呢？是谁给他们的权利？他们能随便听别人的服务器啊？你是在问你自己，还是在问我？我告诉你，我们只做自己能做主的事情，自己做不了主的事情，就不要管，不要问。刚才龙总说的密聊，你也听见了。我们洛菲斯一定要投这个项目。你再去写第2份投资报告。真是狡兔3窟。你这是在准备投第2个魔晶？当然，如果政策允许，我想投10个。要是真让运营商一统天下，我们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你懂吗？等等，前2天沃云生跟我说要金盆洗手，想办个仪式。我认为这件事情应该由洛菲斯主办。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把参加仲裁的方方面面的人都请过来，看看有没有和解的可能。服务器不能再停了，毕竟魔晶死了，洛菲斯的损失也很大。我马上安排。让你回香港是为你好，重新做人。我6岁就见过你杀人了。原来我们家那司机叫阿坤的，
我看你把他叫过去，像杀狗一样把他给勒死了。我从门缝里看见的。阿坤在澳门输了钱，他跟别的小流氓商量要绑架你，被我发现了。我看他跟我这么多年，人也老实，想放他一条生路。你知道他对同伙说什么？他说收到我付的第一笔款式，就要把你撕票，把你杀了。他害怕我把他查出来。我杀他错了吗？没错。您什么时候错过呀？怎么样？现在特别后悔当初闯海岛时候没带着我吧？我没法像你这么心狠手辣，我也不配当你儿子。接着说，你还是太平绅士呢。你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我好，为了我的幸福，其实呢，你只爱你自己的面子和你的那些钱。我跟大兰说过，我可以把结局定掉，只要他愿意跟我重新开始。结果呢，他同意了。可到最后发现我停不掉了，因为是你在中间拦着。对，你和运营商签完合同，阿兰原谅你，你就要停掉。你以为这是过家家吗？大家伙陪着你玩吗？你不爱江山爱美人可以，但江山得是你的，不是坐在桌子后边就是老板。你呀，差远了。先学着做个正经人吧。我不是正经人，我不是，但你也不是。钟小蝶那事儿，是你指使老董干的吧？这就是你做生意的方法，这就是你的成功之道。干得漂亮！什么仁义道德呀，都是你嘴上说说骗弱者的。我在这儿喝酒泡妞，怎么了？你来这儿你干了什么？你到了这儿你就开始杀人。低头看看你的手，看看有没有血。现在把我调回香港，是因为我还没有开始学会杀人，是吗？打得好！我要是能有你一半心狠手辣就好了。那总好，你好。
郭新年，哎，你怎么进来的？怎么了？没怎么。要不你先出去待会儿，我等会儿出去找你。到底怎么了？真没事儿，我这要发个邮件。哎，你没事，我忙点事儿，我一会儿。郭新年，你在干什么？服务器管理的页面你是怎么进去的？你有这个权限吗？当黑客啊！郭新年，我跟你说话呢！我是被逼的。你疯了！你黑进去，就算查到真相又怎么样？这是犯法的。你真想进去蹲2年吗？我还真想进去蹲2年，把卢卡换出来，这样我就踏实了，所有的人都踏实了。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幼稚啊？你别管了，纳兰。哦，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啊！我告诉你，这服务器要真有问题，我脑袋拧下来。纳兰，你别管了好吗？卢卡还在里面受罪呢，所有的人都让我打这一仗。好，我打，那我就会不择手段，一定要打赢。我没有办法了，他们把我逼到死路上了。我现在做的这一切都是他们逼的。他们是流氓，但是你不能做流氓。郭新年，你要相信法律。只要有我在，我绝不允许你做这样的事儿。拿着。这是干什么？沃云生要辞去董事会主席的职务，洛菲斯要为他办一个金盆洗手的仪式。关我屁事！你必须参加。一会儿见到郭新年要有点风度。他能来吗？我估计现在他正对着电脑哭天喊地的骂娘呢。听福喜真过瘾啊！如果再挺有意思的话，估计他们该到街上要饭去了。如果他来了，要小心应付。一个人的本事，不是看他得意的时候多得意，是看他受挫有多坚韧，懂吗？懂。老金总，慢点儿。哎呀，金总欢迎光临啊！知道您以后常住这儿，真是太好了。我有什么不懂的，您要多指教啊。我交头子去了大行家，这不是让人削破肚皮啊！你们好眼光，多照顾照顾年轻的后生。我就是跟着看个热闹。研发中心的投资报告已经摆在我桌子上了，纳兰写的，评价很高。太了，您请。真能编，评价很高。他如果要看这份报告，你怎么办？我会让你重新再写一遍。
闹啊？我可以给你请柬，但不符合纪律，你不是被请的客人。我就不明白卧云生金盆洗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好了，知道了，原地等我。停服务器太恶劣了，这完全就是土匪嘛！胜我者昌，逆我者亡，逼急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李总好，彭总好。温迪，别忘了今天的任务。说好了是走仲裁的，最多我们把魔晶拆分卖了，这倒好，黑道白道一起上，这是要赶尽杀绝啊！你今天不是约了金正邦吗？你跟他好好谈谈吧。我说他哪能听啊？你别忘了，魔晶我投了钱，你也扔了5000万，我们两个利益是绑在一起的，你得帮我说话呀。你是不是真的觉得我的脸很大呀？你当然比我有面子了，你是领头羊，所有的互联网企业都为你李奔腾马首是瞻呐。你总算说实话了，你就是想把我架在火上烤。我告诉你，我今天来就是参加卧云生的金盆洗手仪式，其他的事儿跟我没关系。怎么了？不认识了？没有，就是有点晃眼。太美了。说正事儿，今天还邀请了金晨、金正邦，还有几个运营商的老总。我先跟你说一声。啊？不是，那这成什么局了？仲裁庭没打够，一阵接着打是吗？你每天就知道打架吗？我告诉你啊。今天这个局，某种程度上是为了你，为了魔晶，服务器不能再停了，再停下去，魔晶必死无疑。一会儿彭总会代表洛菲斯先去和金正邦交涉，你今天态度好一点。哼，彭学武什么时候成大善人了？感激不尽。衣服不错啊，这一身基本上就是我在研发中心挣到的一切了。你都那么穷了，还花这么多钱买衣服啊？钱挣了不就是要花的吗？千金散尽还复来。你们两个只能进去一个。怎么？我去吧。哎哥，别，我想个办法，从后面翻进去。你跟我说实话，你们两个非要进去到底要干什么？我要见李奔腾，他一直躲着不见我，我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别给我找事儿啊！如果忽悠成功了，你现在就有请柬了。忽悠是什么？我已经完全不记得了。这会是我最后一次求你。等将来有一天我成功了，我会把这整个酒店都包下来，我会亲手向你送上我的请柬，来报答你。真酸。你跟他还好吗？服务员，
是庄小蝶的未婚夫，我叫孙晓峰。你怎么在这儿？我在这上班啊。你在这儿上班？郭新年，李总，你知道流失多少用户吗？还没统计，怎么有几百万嘛？第一次就200多万，这次更厉害，都不敢看。专家们怎么说？这帮人也是各怀鬼胎，在我能力范围内都不会帮你，其他人不好说。新生的事物跟概念不受人待见，历史上已经证明过很多次了。我不怕失败，我就怕别人背后捅刀子。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不难理解吧？你别看今天是卧云生金盆洗手，其实很多人是奔着魔镜来的。老金总，魔镜服务器故障的事儿您知道吧？听说了。现在外面谣言很厉害，人心惶惶的。如果真是故意的话，我觉得所有从事移动互联网的人都会感到恐惧和害怕。是吗？一个小小的故障会有这么大的威力？老金总，现在仲裁的结果明摆着，捷讯肯定会胜出。我觉得应该大气一些，给魔镜留口气儿。这话不能乱讲。仲裁那是有权威性的，是赢是输，谁也没有把握。给魔镜留口气儿，也是给洛菲斯让了一步。毕竟我们投资太大了。要是现在魔镜关门大吉了，我怎么办啊？我卖都没法卖了。洛菲斯家大业大，还在乎这点钱呢。做生意嘛，有赚有赔，很正常。不能说我不给洛菲斯面子。金总，您看这样行不行？我现在就拍板，给南洋科技研发中心投资。今后捷讯有任何需要我们的地方，洛菲斯义不容辞。谢谢。金总，魔镜的事儿，还请您抬抬手，不要赶尽杀绝。既然把我说到这个份上了，我也给你交个底。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你的损失我来赔，咱们各忙各的吧。开始了。
兄弟我打小就是金庸迷，最爱读《笑傲江湖》。每读到刘正风和魔教长老曲阳惺惺相惜，一擒一消，合奏《笑傲江湖》，视天下英雄为无物时，兄弟我都会热泪盈眶。那个时候惨啊，每天背着大包去摆摊儿，被城管追的是到处乱窜，一晃20年了，弹指一挥间。可每次回忆起往事，都觉得好像就发生在昨天。自己还是那个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不清楚自己的前途命运是什么，对这个世界依然充满了热情和好奇心。可突然间却发现，天哪，我都40岁了，我已经老了。这就老了。前几个月，我在山上的道观中休养了一阵子。山里出奇的安静，每天清晨我都是被小鸟的叫声惊醒。我不断地问我自己，当初为什么要出来创业？生存，对，就是生存，就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一点，我现在已经做到了。可我又想，就算我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又怎么样？就算我已经是身家千亿，又能怎么样？古人说，食不过3餐，睡不过7尺，就是死了，也不过是一口锅大的坟。可我为什么还着了魔似的，每天盯着账面上的一些数字？我是那些数字的奴隶吗？还有那么多美好的事物在等着我，还有那么多的书我没看，那么多好的电影我也没来得及看，那么多美妙的风景我没有来得及去旅游。我应该陪我儿子去踢场球，我还应该养一条漂亮的狗，就是不应该去做数字的奴隶。现在我宣布，我要辞去公司董事会主席的职务，以后就是一名股东，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沃云生要金盆洗手。不对啊，按照小说的情节，这个时候应该有人出来反对。老汉，我有个问题，请讲。如果你说话不算话，你反悔怎么办？你说我是反悔的那种人吗？你就说你反悔怎么办？好，各位英雄请了。我沃云生，如果反悔，我就把这盆水通通喝下去。好啊！
英雄不问出处，江湖有道容人。话匣子。徐佳莹，这卢卡可是郭新年的死党。咱们不告诉郭新年就这么办了，他会不会跟我们急眼啊？惊喜，不是说好了吗？给个惊喜。别紧张啦，这么长时间咱都等了，一会儿等他出来，开心点儿。机长，一定给他一笑脸啊！李总，您最近忙吗？忙。我想跟您聊一聊我后面的计划。怎么聊？在这儿聊，不合适，我也记不住。你先回去吧，我会让秘书打电话给你的。门我锁上了，要不然我怕你永远也不会给我机会把话说完。你是谁？我凭什么听你说话？我跟您一样，是个创业者，只不过您已经成功了，我还在通往成功的路上。我只需要10分钟，给我10分钟，我把话说完。如果您还是不感兴趣，我保证将来永远都不会再骚扰您。你有10分钟。如果我的判断没有错的话，我的判断肯定不会错。魔晶必死。魔晶能成功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它单纯，它单一，它精准，它就好像人刚刚出生的时候第一声啼哭，它是振聋发聩的。可是人一定会长大，它这么简单，很快就会被别人模仿，被别人山寨，被别人代替。以我对郭新年的了解，他的性格绝不会对魔晶在趣味性、丰富性、多样性上做任何的升级，他不会的。我听说你的火油就是因为软件设计太庞杂，所以失败了。你是想把你的理念继续推广下去吗？失败的是我个人，我蠢。失败的不是我的理念，我的理念没有错。一招鲜想吃遍天，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核武器的时代了，还想靠单打独斗赢？别做梦了。哎，楼上还有。这就是我要做的。第一步，我希望能够利用麒麟的技术，帮助我尽快的完成对语音、图像、音乐传播的基础建设。其次，基于智能手机的磁性材料，我开发出一款叫“摇一摇”的功能。这个功能可以快速的让我们知道周边有多少人在跟我使用同样的软件。这一点很重要，我相信这个功能会在一段时间内成为爆点，会让我们的软件极大的传播。再然后，我们的核心网络电话 ，MSN、FaceTime 非常成熟的技术，我们国家正在进行4G 网络的铺设。4G 网络一旦铺设完成，网络电话将不再有任何障碍。真到了那个时候，那3家
移动运营商，他们需要做的就是去找一点别的想法，给自己找点活路。厉害的来了，再接下来这一步，导入麒麟的用户资源。麒麟的用户，山南海北的用户，他们可以通过这个即时通讯软件，和跟自己有着共同爱好的人一起聊一切他们感兴趣的事情，但是他们是在及时的聊这件事情，聊当下发生的事情，聊现在上映的电影，聊这个挨个，不需要等到晚上回家，打开电脑，打开麒麟，再聊，不需要，当下建成一个社区，建成一个群，这个群会让现在所有的 BBS 聊天室、交友软件、聊天软件通通的去死。平凡又普通，美与众不同，别人眼中的我，谁不想成功，梦醒成英雄，在你眼中我不同。今生只有你看好我，只有你相信我有梦，有你带给我的星空，从未想过离开过。爱带你我走很久，幸好你在左右，陪我从无到有。爱该不该再等候？快将爱说出口，与你相守。幸好你